朋友们好，我是武金。我们今天打卡武当山的第一站太子坡，现在从这个台阶走上去看一下。李白诗句当中有这么一句话：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那么到太子坡都会经过我们面前所看到的傅真桥，然后去拜见少年的真武。那么这座傅真桥的下面呢，是有一个水流从这边经过，缓缓的流入的汉江。我们继续的往前面走。去往太子坡的路上呢，首先要登上这些台阶路，这一眼根本看不到头。那么刚才有3个小年轻走到我前面，突然看不到头的话，他又往回走了。其实这个好比人生一样的，有时候我们的定了目标，虽然说看不到希望，但是只要你锲而不舍，一路的往前冲，就能到达目标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终点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，回过头来往这边一看，路是一马平川，也没有什么。好，我们继续的再往前面走。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地方是北天门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在上面写了3个字“太子坡”。那么这3个字是谁所写的呢？它是明朝永乐皇帝的驸马都尉穆熙所题。这里有看点，大家注意了，在大门的2侧为8字形的影壁，高大显赫，它是明代砖石结构的建筑杰作。8字形敞开，寓意着迎8方来客之意。还有一个看点是什么呢？红墙绿瓦，庄严气派，为高规格的宫观大门。好，我们继续的再往里面走。从大门进来，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九曲黄河墙，它的长度有71米，这个墙体的厚度有1.5米，高2.5米。那么整个流畅的弧线型的墙体像一个波浪一样的起伏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高大的红墙呢，给人一种遥远深邃之感。而在这2侧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它是配上绿色的瓦，然后再加上这个弯弯曲曲的，看起来犹如2条龙在上面游动一样的。那么这条弯曲的墙壁呢，同时也给人寓意着人生的道路是曲折多变的，只有坚持不懈，历尽艰难曲折，才有所作为。九曲黄河桥呢，它还有一个传音的效果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回音。它这个呢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它依着这个山体的地势，慢慢的一路的往上来，这个也就是道教的一个天人合一。那么为什么叫九曲黄河墙呢？它其实源于道教的9种功德。从我们刚才进来的北天门到出口南宫门，有着1里4道门之称，也形成了太子坡这样的一景。大家来看一下，在我身后这个位置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它是一个重点文物。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，我们面前所看到的就是武当山最大的香柏炉，它是皇帝亲赐的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在正前方呢，它有一个莲湖门，莲花顶6条垂寿装饰屋脊，整个建筑是非常的漂亮的。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它是古代的时候善男信女焚烧香表的地方，向上天表达了他们的心情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，这里呢有3个字，相信您各位朋友都非常的熟悉，福禄寿。进入龙虎殿后有一个院落，在大院的中间有一个池子，这个池呢，人们称它为内滴池。相传在太子开始入山修炼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善圣皇后一直从山下追到了山上，实在是追不上太子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悲痛万分，在此滴泪成池。人们为了纪念真武大帝修炼的决心和他母亲爱子的慈心，便把这个池子叫泪滴池。在这里，每天上午11点、下午3点半可以观看到武当山功夫团表演。
大殿前的匾额赫然写了4个字“云岩初步”，说明是太子路武当修真的初始地，具有仙山意境。殿里面呢，神龛上供奉的是明代楠木雕刻的真武像，是武当山现存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一尊真武神像。当然，我们就不过去拍摄了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太子读书殿，是太子坡整个建筑当中地势最高的一处。那么相传呢，太子在童年的时候就在这里读书，殿内供奉的是真武太子读书铜像。这边以前是可以进去的，但是现在不行了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，站在这里呢，可以眺望对面的一个金顶，也是一个绝佳的位置。今天有雾气，所以看得不是很清楚，模模糊糊的。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太子坡呢？那么相传晋洛国的太子15岁，受他的师傅紫气元君的点化，来到了武当山修炼。最初呢，就是住在这个坡上，所以被称为太子坡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航拍画面就是武当山太子坡最大的看点。五云楼俗称5层楼，楼体呢采用吊脚楼的形式，依山就势而建，一共有5层，高15.8米，是现存武当山最高的木质结构。接下来我们去内部看一下。五云楼最有名之处的话，就是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。最顶层它的设计非常的巧妙，有一柱12梁，这里有看点，大家注意了。一柱指的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中间这个柱子，这根柱子呢，它是金丝楠木的。12梁呢，就是这上面的一个梁子。那这个梁子啊，其实在这里面也是有讲究的。12梁代表的是什么？代表的是一年12个月。那么这个柱子呢，又来自4个方向，代表的是什么？代表的是春夏秋冬1年4个季节。那么为什么这样设计呢？原因之一，五云楼所处的地方啊，它刚好是一个斜坡，如果开挖山体或者是填平这个斜坡，就违背了朱棣下旨其山本身分毫不能修动的生态保护理念。于是呢，施工人员就想出了一柱12梁。那么还有一个，这里呢，因为是武当山，它是明王朝皇帝的家庙，那么皇帝过来借斋的时候，这里空间一定要大。太子坡的整体建筑啊，基本上是按照真武经的真武大帝修炼的故事而进行布局的。明永乐10年修建，在清朝康熙年间曾经3次重修。那么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当年的规模，是武当山8宫2观之一。现有殿宇的占地面积呢，大概是在2000个平方，是武当山比较大的一个建筑群了。那么下期视频呢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武当山的镇山桃木剑为什么600年不烂，为什么是没有掉下来呢？到底是谁放上去的？关于种种谜团，下期视频揭晓。我是武金，用10年的时间走遍中国每一个县城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一起出发吧。